这是一块普通洗手用的香皂，这是它打出来的泡沫，很稀薄。看完这个影片，你也可以用普通的香皂打出像刮胡皂一样超级奶油、超级绵密的泡沫。要达成这种效果，需要几个技巧，要把影片看到最后哦。嗨，我是 Jasper， 今天我会让你成为起泡达人。你打刮胡泡是不是都这样？用旋转刷子的方式来起泡，这样只做对了一半。我们先来了解如何更快的产生更绵密的泡沫。像洗手的时候，把肥皂抹在手里面，把双手合十，来回左右搓动。这样虽然可以起泡，但是泡沫不会很多。如果把手掌分开来，手指头也加入一起起泡，这样出来的泡泡会更厚、更多。手掌中有更多的空间，可以把泡沫拉开，泡沫里的疏水肌包住空气，就会形成泡沫。手指来回反复的挤压，会把空气打进肥皂里面，更多的空气进入肥皂，就会产生更多的泡沫。刷子的刷毛就像手指，刷毛之间的空间就像手掌的间隙。当你旋转刷子起泡的时候，就是借由刷毛拉开肥皂，把空气打进肥皂里面。问题来了，我们从刷子底部观察，刷子在旋转的过程中，刷毛是结规完扭曲在一起的。刷毛扭曲在一起，就像把手指重叠在一起，来回搓动一样。刷毛之间的空间很小，产生泡沫的速度慢，泡沫的量也比较少。有的人会顺时针旋转刷子以后，再逆时针旋转，或者是在旋转的时候做出上下挤压刷毛的活塞运动。这样做可以增加刷毛中间的空间，带入更多的空气，有更多的泡沫。你也可以在皂碗中看到这种凸起的肋条，这种肋条可以让刷毛上下摆动的幅度变大，增加刷毛之间的空间，打入更多的空气。但是问问你的老婆还是女朋友，用打蛋器打蛋要旋转着打，还是直线来回打？打蛋要旋转着打，不要直线来回打，因为直线来回会打入更多的空气，蛋液里会出现很多的气泡。你那么聪明，一定有听到重点哦。蛋液里会出现很多的气泡，就代表它能打入更多的空气。刷子直线来回，刷毛会有接近180度的左右来回伸展，刷毛之间的空间会更大，可以将更多的空气带入泡沫里面，就像把手掌分开来搓泡泡，泡泡会更多更厚。不过旋转刷子起泡也不是没有优点，旋转的动作可以把泡沫中间的气泡打得更小，泡沫会更绵密。所以理想的起泡方式，先让刷子直线来回起泡，打入的空气多，起泡又多又快。泡沫够多以后，改用旋转刷子的方式起泡，可以把泡沫中间的气泡打碎，让泡沫更绵密。再来，要更快产生更多的泡沫，刷毛要有空间伸展张开，就像手指分得更开一样。如果你的皂碗太小，刷毛不能张开，打出来的泡沫当然就像细狗啊，又细又小。起泡要让刷毛舒展开来，皂碗就不能太小。这是我第一把刷子的碗，把刷子放进去，还没来回抽动就满了，比 A 罩杯还要小。讲错了，这个碗还有 B。这么小的碗不是拿来起泡的，是让你泡刷子的。后来我把肥皂装进这个碗，当做肥皂浴缸。这是我第二个皂碗，比起第一个小儿麻痹的好一点了。但是旋转刷子的时候，刷子会一直撞击碗的边缘 ，kiki koko kiki koko， 也是很难用。以前的人用马克杯起泡，杯里的空间小，所以他们只用旋转刷子的方式起泡。旋转起泡打出来的泡沫会往外跑，泡沫不会待在原位。如果改用刷子直线来回起泡，泡沫会移动，但是不会往外跑，很容易可以来回搅打。起泡要在有泡沫的地方打哦，因为肥皂就在那里，在没有泡沫的地方来回打，只是打了个寂寞。那么皂碗不够大怎么办？皂碗的大小是跟刷子互相搭配的，碗太小，刷子太大，就会 kiki koko。碗太大，刷子太小，就像竹竿搅古井，牙签放入洗衣机。先不要急着买新的皂碗，你可以去厨房找一个大一点的碗，盘子也行，可以让刷子来回直线运动，不会卡蛋就可以了。多试几个不同尺寸的碗，以后你买皂碗就不会买错。如果碗底太光滑，泡沫会在碗里面乱跑，你可以在碗底贴几个硬币。
硬币的功能就像皂碗里面的热条，可以帮助起泡，它也可以让泡沫不会乱跑哦。万一连碗都没有，你可以拿刷子直接在手掌里起泡。出门旅行的时候，这招还蛮好用的。还有一个方式是在脸上起泡 ，Face Lather， 但是 Face Lather 很考验刷毛的品质跟你脸皮的厚度。有人说用刷子在脸上转圈圈，刷子可以帮你去角质。讲白了，用刷毛去角质就是在伤害你的脸。越硬的刷毛就越可能戳进你的毛孔。刮胡刀有 roller 泵，刷子也有 brush 泵哦。我就曾经用刷子在脸上 face lather， 脖子上出现很多一点一点的红点，看了半年的皮肤科才好。所以建议你 don't try this at home。至于怎么挑刷子，可以参考我朋友的这些影片，他讲得很详细。我把影片的连结放在下面描述栏。新手入门的刷子，我推荐合成毛，使用前不用泡水，毛够软，不掉毛，没有动物毛的怪味，还很便宜。在起泡之前，猪鬃、獾毛之类的动物毛刷要先泡水几分钟，合成毛弄湿了就可以了。之后把刷子里的水挤干，硬皂要在表面加一层水，等几分钟让它软化，软皂可以直接打。取皂的技巧是像这样，握住刷毛的前端，让刷毛变硬，刷毛就可以戳进刮胡皂里面，挖取足够的量。用旋转的方式取皂，可以让皂粘附到刷子的侧面。这个是软皂，取皂的量，我的习惯是心里默数15秒，15秒的量就足够刮3遍了。如果你用的是硬皂或是刷子比较小，就要转久一点。刮胡膏可以挤在碗里或是刷子里，挤在刷子里，刮胡膏比较不会乱跑。要打出好的泡沫有2个变量，皂量跟水量。起泡的时候控制水量是关键，刷子泡完水要把水挤干，加水的时候不要一次加太多，一点一点的加。我会建议拿一个杯子，像我这个就是刮胡凝胶的盖子，杯子里面的水不要加太多，不小心手抖一下也不会唰起来。我还看过有人用喷雾器、量杯、针筒，目的就是要控制水量。不要直接放在水龙头下面接水，起泡要少量多餐，控制水量才能打出好的泡沫。我们要开始起泡咯。首先把刷子用直线来回的方式，让刮胡皂平均粘附到刷毛里。你会觉得泡沫很干，打起来很费力，加一点水，泡沫多一点哦，泡沫发出啦啦啦的声音。水不够，加一点水。泡沫变多，出现啵啵啵的声音，就改用旋转刷子的方式绕圈圈。就胖欸。如果你喜欢黏一点的泡沫，泡沫拉起来像奶油一样尖尖的，那么可以停在这里。不过我建议，真正光滑好用的泡沫还要再多加一点水，水不够的泡沫会让你刮起来有阻力。刮胡皂可以吸的水比想象中更多，更多的水会让泡沫更有光泽，刮起来更滑顺。打到差一点就要滴下来，这样就 OK 了。如果我们的刮胡皂是60分，用以上的方式起泡，我们可以得到60分的泡沫。物理的极限就在这里，就像 Smart， 你怎么吹就是跑不过 GTR。但是我们可以靠改装的方式，让原本60分的泡沫变成100分。就像用碳、铁、铬、镍可以组合成不锈钢，一般的肥皂添加更多的油脂跟甘油，就可以变成刮胡皂。我们可以在刮胡皂里添加增加性能的威尔刚，让它能球啊变天球，用过都说赞。Super Lather 是在刮胡皂里添加刮胡膏，混在一起起泡。有些成分是只有刮胡膏有，刮胡皂是没有的。比如说刮胡膏里的肉豆蔻酸可以帮助起泡，乳化特性好，可以产生非常稳定的泡沫。刮胡膏的保湿剂可以让泡沫更滋润，保持更长的时间。将刮胡皂跟刮胡膏一起起泡，可以让这些成分互相填补空白的空缺。特别是原本很难起泡、食之无味、弃之可惜的刮胡皂 ，Super Lather 可以让它变得更好用。不过它有点像游戏里的合成系统，后文丢西精，有时候合成出来的东西好像也没变哦，味道也会混在一起哦。记得做 Super Lather 的时候，刮胡皂跟刮胡膏的分量都要减半。Uber Lather 就是上述的 Super Lather 再加上甘油，甘油的量不用太多，
2到4滴就可以了。甘油不是油，它是小分子水溶性的保湿成分。1克的甘油可以吸住 0.6 克的水，会抓住泡沫里面的水分，让泡沫更细密，在脸上更保湿，不会干燥。甘油也是润滑剂，会使泡沫更光滑，让刮胡刀滑动得更顺畅。别小看甘油这几滴的量哦，你会发现泡沫变得像爆炸一样多。甘油是个好东西哦，几乎所有用在脸上的保养品都含有甘油。如果你的胡后水有酒精，让皮肤干燥，你可以在胡后水里面滴几滴甘油。要注意的是，甘油的比例不要超过 10%， 不然会黏黏的。来了，全网独家，因为独家，所以它没有名称，我们可以叫它 Aloe Lather。Aloe Lather 添加的是芦荟胶。别小看它哦，连洗手用的香皂都可以打成非常浓密、非常奶油的泡沫。我们用最普通的刷子，厨房里面的盘子来试试看吧。这是一块普通的香皂。I wake up to a little bit of drool on my pillow, feel like it's gonna be a bad day. Yeah, I'm tired of shit, and the coffee ain't hit yet. Damn, ain't that great. 你可以看到，普通肥皂的极限就在这里。我们加入芦荟胶，分量不用太多，不够的话再加。I need a change in my life, cause I don't feel alive and there's nothing that makes me happy. Hold my beer for a minute. I'm about to quit my job, cash in for a ticket. I'm going on a trip and I don't plan to visit. I'm gonna stay there till I feel like I'm winning. And this is just the beginning. I need a big change, help me feel like living. I need a big swing, home runs I'm hitting, and I'll never look back, moving on till I get it all. 没骗你吧，用最便宜的工具也能打出超级浓密的泡沫。如果刮胡皂打出来的泡沫是60分，香皂打出来的泡是10分，加了芦荟胶，这个泡沫大概有55分。如果你用刮胡皂再加上芦荟胶，你的泡沫就可以超过100分。芦荟胶的量越多，打出来的泡沫就会越奶油。芦荟胶可以在脸上单独使用，也可以加在刮胡皂、刮胡膏里面一起起泡。芦荟可以保湿、增加润滑、保护皮肤、修护伤口。芦荟胶可以把泡沫变得更多、更密、更滑。芦荟胶怕酸，但是不会受肥皂碱性的影响。肥皂里的碱性可以补足芦荟胶的短板，增加胡子软化的速度。老王卖瓜哦，只有赞而已啦。我用过不同品牌的芦荟胶，这一款比较粘稠，用的量明显更少，打出来的泡沫明显更好。加上它不含香料，不会改变原本刮胡皂的味道。这款芦荟胶的 CP 值更高，并不是说便宜的香皂加上芦荟胶就会比刮胡皂来得好。就像很多朋友会自己调配胡钳油，混合不同的油可以有更好的性能。我们要加入对皮肤有保护，可以帮助止血、修护伤口的成分，把原本刮胡皂缺失的拼图拼回去。希望你可以了解 Aloe Lather 这种把500元的刮胡皂变成1500元等级的乐趣。没有芦荟胶的刮胡泡，就像老婆饼里没有老婆，波霸奶茶没有波霸，低潮的动作片没有声音。还有什么呢？蟹肉棒没有肉棒，哈哈哈哈。